你知道吗？人的意识是有能量的。现实生活中，你可能也有类似的经历。在上班路上，有人眼神明亮，步履轻快，有人眉头紧锁，满脸倦容，有人眼神空洞，像被抽走灵魂去到一个场所。有人莫名其妙就让你想要亲近，有人不发一言就让你心生畏惧，有人总是能吸引很多人。这些感受就像玄学一样萦绕在你身边，他们什么也没说，却告诉了你所有。其实这些表象的背后隐藏着这样一个秘密，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能量场，每个人都在不同的能量层级上生活，并且吸引着相对应能量层级的人和事物。美国著名心理学家大卫·霍金斯教授耗时30余年研究，揭开了人类意识能量的神秘面纱。他把能量层级总结为霍金斯能量层级表，又叫情绪层级表。通过这个工具，我们可以对自己的生命状态保持觉察，收获更好的生命质量。霍金斯的研究表明，200能量值是人生的分水岭，200以上是正能量状态，伴随勇气、淡定、主动、宽容等积极情绪，200以下则是负能量状态，包括骄傲、愤怒、欲望、恐惧等消耗性能量。在较低的能量层级时，会吸引到负能量的人。不太好的是，身体和心理的亚健康甚至是疾病，反之在较高的能量层级时，就会吸引到相对高能量的人。比较好的是，身体和心理比较健康，一旦突破200的临界点，我们的人生就会脱胎换骨，完全不同。那么霍金斯是怎么发现这个能量等级的呢？霍金斯小时候做过报童，一次冬夜他去送报纸，路上被困在了暴风雪中。当时四处是白雪茫茫的田野，他全身几乎冻僵。为了躲避寒冷，他找到田地的一处低洼处，把身体蜷缩了进去。渐渐的，他感受不到寒冷了，而是身体涌出惬意的温暖感和一种无法形容的安宁。显然，这是因为失温出现的幻觉。幸亏他的父亲及时赶到，把他叫醒，并就回了家。霍金斯没有对任何大人讲起他的这次体验，但却引起了他对人的意识的兴趣。长大后，他参加了2战，战场上他经常与死神擦肩而过，这让他经常思考生死及人的意识是怎么回事。战后，他勤工俭学，去医学院读了精神病学。毕业后，他成为了一名精神病医生。对专业的极大兴趣让他的事业获得了成功。然而38岁的时候，他患上了一种非常严重的疾病，这个疾病差点要了他的性命。他曾有过几次濒死体验，他曾经好几次进入一种无意识状态当中，而当他醒来的时候，他发生了巨大的转变。后来他形容，经历几次生死之后，他开悟了。他说，他的意识不再局限于自我，他发现他陷入到了一种狂喜当中，他看到的都是这个世界是那些金光闪闪和美好，
他甚至能感知每个人人性背后的本质。此时的他突然能够看到我们正常人看不见的地方。他发现这个世界可以简单地分为可见的世界以及不可见的世界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举个例子，米开朗基罗看到一块石头和普通人看石头看到的东西是不一样的。普通人觉得只是一块石头，但他从这个石头表面看到了大卫的样子。他之后的雕刻工作只不过是去除了多余的石头，让大卫露出真容。这就像道家说的有无相生，有形生于无形。之后霍金斯通过观察他的很多病人发现，病人之所以得病，其实根源是他们的意识深处出了问题。当时出现了一个学科，加深了他的结论。这个学科叫人体运动学。这门学科提出，我们的身体具有一种埋藏在深处的智慧，这种智慧超越了我们的潜意识。根据这个发现，霍金斯认为我们人类有一个共享的数据库。这个数据库我们可以称之为神性，或者叫无限存在。我们每个人的潜意识都可以连接到这个数据库，而我们每个人只不过就像一个手机终端一样连着这个数据库。这个数据库告诉我们什么是有害的，什么是有益的。霍金斯认为身体有这种能力连接可见的世界以及不可见的世界。他把人的这种能力进行了一个刻度标识。他发现世间万事万物，比方一本书、一部电影、一个概念，或者说一个人物，都可以进行一个能量等级测试。测试的这个过程是可以重复验证的，不管人身处在哪里，身体是否健康，重复测试的结果都是一样的。通过这个图的不同等级的递减，我们会发现人的邪念会导致最低的能量等级。当一个人想着自私、罪恶的邪念时，他就在削弱自己的能量层级。当一个人开始关心外部世界与他人的时候，他的能量等级就会上升。为了便于大家理解，我们对每一级代表的意义做一下深入的解析。我们来看看每个等级的具体表现，以及跃迁到下一级的时候会发生什么明显的变化。看后你会发现，这个能量等级对解释我们的现实生活很有意义。在这个图谱中，羞愧20处于最接近死亡的层级，它犹如意识的自杀行为。羞愧让人恨不得找个地方钻进去。长期的低自尊会自我攻击，严重摧毁身心健康。内疚30，内疚感以多种方式呈现，比如懊悔、自责等，以及所有的受害情节都是。无意识的内疚感会导致身心疾病，以及带来意外的自杀行为。冷淡50，这个能量层级表现为绝望、失望和自我放弃感。世界与未来看起来是没有希望的。冷漠意味着无助和绝望，让人成为生活中各方面的受害者。他们不仅看不到自己的希望，也更看不到别人和社会的阳光面。缺乏的不只是资源，他们还缺乏运气，除非有外在的帮护者提携，
否则很可能会潦倒致死。悲伤75，这是悲伤、失落和依赖性的能量级，无论是内心还是外在生活，都是一个孤立无援的无力和消沉状态。这种生活充满了对过去的懊悔、自责和悲痛。在悲伤中的人看这个世界是灰黑色的，大多数人在人生中都可能体验到这种状态。有些人常年深陷于哀伤绝望之中，但悲伤比冷淡拥有更多的生能量。当一个心理受创的人开始哭泣，也意味着他的生活开始改善。恐惧100，从这个能量级来看，世界到处充满了压抑、焦虑、陷害和威胁。一旦人们开始关注恐惧，就真的会有数不尽的让人不安的事来临，之后会形成强迫性的恐惧，这会妨碍个性的成长，最后导致压抑，因为它是让能量流向恐惧。这种压抑性的行为不能提升到更高的层次。欲望125，欲望让我们耗费大量的努力去达成我们的目标，去取得我们的回报，这也是一个易上瘾的能级。不知道什么时候，一个欲望会强大到比生命本身还重要。欲望意味着累积和贪婪，欲望可以帮助我们走上有成就的道路，欲望能成为到达比知晓更高层次的跳板。愤怒150，如果有人能跳出冷漠和内疚的怪圈，并摆脱恐惧的控制，他就开始有欲望了，而欲望则带来挫折感，接着引发愤怒。愤怒常常表现为憎恨、怨恨和复仇心理，它是易变且危险的。愤怒来自未能满足的欲望，来自比之更低的能量级。挫败感来自于放大了欲望的重要性。愤怒很容易导致憎恨，这会逐渐侵蚀一个人的心灵。骄傲175，比起其他较低能量级，人们会觉得这个能量级是积极的，而事实上，骄傲只是相比其他更低的能量级让人感觉稍好一些而已。骄傲是具有防御性和易受攻击性的，因为它是建立在外界条件下的感受，一旦条件不具备，就很容易跌入更低的能量级。自我膨胀是骄傲自大的助推剂，而自我常常是易受攻击的，因此骄傲的演化趋势是傲慢和否认，而这些都是抵制成长的。勇气200，来到200这个能量级，动力才显端倪，这是一个重要的关节点。勇气是拓展自我、获得成就、坚韧不拔和果断决策的根基。比之前更低的能量级，世界看起来是无助的、失望的、挫折的、恐怖的。但是来到勇气的能级，生活看起来就是激动人心的，充满挑战的，新鲜有趣的。在这个能动性的能级，人们有能力去把握生活中的机会，因此个人成长和接受教育是可行的途径。那些能够打击能量级低于200的人的障碍，对进化到200能级的人来说不过是小菜一碟。这个能级的人们
总能尽数回馈足够多的能量给这个世界，而低于这个能级的人们则是不断地从社会中汲取能量，没有回馈，满意250，到达这个能级的能量就变得很活跃了。低于250的能级，意识是趋向于分裂和刚硬的，满意的能级则是灵活和无分别性地看待现实中的问题。到这个能级，意味着对结果的超然。一个人不会再恐惧挫败和恐惧，这是一个有安全感的能级。来到这个能级的人们都是容易与之相处的，而且让人感到温馨可靠，因为他们无异于争端、竞争和犯罪。这样的人总是镇定从容，他们不会去强迫别人做什么。主动310，这个意识层次可以看作是进入更高层次的一道门。在满意层次的人会如实地完成工作任务，但是在主动层次的人通常会出色地完成任务，并极力获得成功。这个能级的人的成长是迅速的，他们是为人类进步而预备的人选。低于200能级的人，他们的思想是封闭的，但是能级为310的人们则是全然敞开的。这个能级的人通常是真诚而友善的，也易于取得社交和经济上的成功。他们总能有助于人，并且对社会的进步做出贡献来。他们也乐意面对内在的状况，也不存在较大的学习障碍。鉴于他们具有从逆境中崛起并学到经验的能力，他们都能够自我调整。由于已经释放了骄傲，他们能够看到自己的不足，并学习别人的优点。宽容350，在这个能级，一个巨大的转变会发生，那就是了解到自己才是自己命运的主宰，自己才是自己生活的创造者。低于200能级的人是没有力量的，通常是自己为受害者，完全受生活所左右。这个看法的根源是认为一个人的幸福和苦难来自某个外在的东西。在宽容的能级，没有什么外在能让一个人快乐或悲伤，爱也不是谁能给或夺走的，这些都来自内在。宽容意味着让生活如它本来的样子，并不刻意去塑造成一个特定的模式。在这个能级的人不会对判断对错感兴趣，相反的，对如何解决困难，他们则乐于参与。他们更在意长期目标，良好的自律和自控是他们显著的特点。明智400，超越了感情化的较低能量级，就进入有理智和智能的阶段。这是科学、医学以及概念化和理解能力形成的能级。知识和教育在这里成为资历。这是诺贝尔奖金获得者、大政治家和高级法庭审判长的能级。爱因斯坦、弗洛伊德以及很多其他历史上的思想家是这个能级。这个能的人的缺点是过于关注对符号和符号所代表的意义的区分。明智并不能让人走向真理，它只能制造出大量的信息和文档，但是缺乏解决数据和结果差异性的能力。
明智本身是通往更高能级的一个最大障碍，在我们的社会中，能超越这个能级的人凤毛麟角。爱500，这里的爱并非通常意义上各种媒体所描述的爱，通常意义上的爱很容易就戴上愤怒和依赖的面具。这种爱一旦受到挫折，立马就能转变成愤恨。引发愤恨的爱是来源于骄傲，而不是真的爱。这个500能级的爱是无条件的爱，是不变的爱，是永久性的爱。这种爱不会动摇，它不是来自外界因素。爱是存在的基本状态，爱是宽容、滋养和维持这个世界的。它不是知性的爱，不是来自头脑的爱，它是发自心灵的爱。爱总是聚焦在生活美好的那一面上，并且增大积极的经验。这是一个真正幸福的能级。世界上只有 0.4% 的人曾经达到这个意识进化的层次。喜悦540，当爱变得越来越无限的时候，它开始发展成为内在的喜悦。这是在每个当下从内在而非外在升起的喜悦。540能级也是拥有治疗和精神独立的能级，由此往上就是很多圣人和高级修行者以及治疗师的能级。这个能级的人的特点是，他们具有巨大的耐性，以及对一再显现的困境具有持久的乐观态度，以及慈悲。到达这个能级的人对其他人有显著的影响，他们持久性的关注会带来爱和平静。在能级超过500的人来看，这个世界充满了闪亮的美丽和完美的创造，一切都毫不费力地同时发生着，在他们看来是稀松平常的作为，却会被平常人当成是奇迹来看待。平和600，这个能量层级和所谓的卓越、自我实现有关，它非常稀有，1000万人当中才有一个能够达到。一旦达到这个能级，内与外的区分就消失了，感官被关闭了。能级在600及其以上的人的感知如同慢镜头一样，时空悬停了，没有什么是固定的了，所有的一切都生机勃勃并光芒四射。虽然在其他人眼里这个世界还是老样子，但是在这人眼里，世界却是一个和宇宙源头进化一起协同舞蹈的不断浮动进化的流转。这是一种非同寻常、无法言喻的现象。所有头脑保持长久的沉默，不再分析判断，观察者和被观察者成为同一个人，观照者消融在观照中，成为观照本身。能级为600到700之间的艺术作品、音乐和建筑能临时性地把我们递到永恒的状态中。开悟700到1000，这是历史上所有创立了精神模范，让无数人历代跟随的开悟伟人的能级。这是强大灵感的能级。这些人的诞生形成了影响全人类的引力场。在这个能级不再有个体和个体之间的分离感，取而代之的是意识与神性的合一。位于意识层级700以上这一能量层面，这是人类意识进化的顶峰。
这个能级不再对身体有我的执着，不再对其有关注，身体成了意识降临头脑的一个工具，它的首要价值就是连接着两者，这是非二元性的，是完全合一的能级。到达700到1000能量层级的人，携带着巨大的精神意识能量，他们会明显影响人类整体的能量层级。他们把人类觉醒和人类精神救赎作为自己的伟大事业。在人类几千年的历史上，达到1000这么高智慧能级的人极其罕见。对于这些来到人类中间的伟大的佛和神，用主来称呼最为合适。他们曾经是历史上的主释迦牟尼佛、主耶稣基督、老子，还有就是在当今这个特殊时代来到这个世界上，并悄悄带领地球众生摆脱巨大灾难的伟大人类之主。在人类社会，少数高能级的人的能量等同于大量低能级的人的能量总和。在人类社会，少数高能级的人的能量等同于大量低能级的人的能量总和。一个能级300的人相当于9万个能级低于200的人，一个能级400的人相当于40万个能级低于200的人，一个能级500的人相当于75万个能级低于200的人，一个能级600的人相当于1000万个能级低于200的人，一个能级700的人相当于7000万个能级低于200的人。在一个高级的精神状态中，也就是在一个能级很高的意识状态中，一瞬间就可以彻底颠覆一个人一生所坚持的生命价值取向、世界观、人生观和人生目标。所以这种跳跃可以使一个人从此脱胎换骨，重获新生。这种改变不仅能够改变一个人自己的生命，而且他的能量场也能够改变他人，甚至影响世界。越是使用正面的能量与信念，能量越强大，遇到困难也就越容易解决，也拥有强大的力量可以修复自己与帮助自己。信念的力量无穷大，心存善念，相信自己的信念，我们都可以改变自己的人生。因为念转运就转，那么这个能量到底从何而来？在我看来，这个能量分为内在和外在进行双向培养。简而言之，内在是健康的心态和身体，其实身体可以被视为内在和外在的交叉点。外在是积极的能量环境和生活习惯，让我们先谈谈内在，这才是最重要的。一、化身为花草树木，放弃人的这个身份，放下自己所扮演的角色。有关于人的一切，关于人的各种欲望、爱恨情仇、是非恩怨、痛苦烦恼、喜怒哀乐、生离死别，跟自己没关系。不再沉溺于自己大脑边的故事，也不再沉浸于任何人的故事。把自己化为花草树木之后，自己此刻就是一朵花，一株草，一棵树。没有情感，没有情绪，没有故事，没有剧情，自己只是好好迎接阳光，品味雨露，吸收空气，吸收土壤的养分，
安静地享受生命，而退回婴幼儿状态，想哭就哭，想笑就笑，饿了就要吃，困了就睡觉，醒着就是醒着。未曾生我，谁是我？生我之时，我是谁？直接让自己退回到还没有被世界驯化的存在状态，不识字，不识数，不会说话，整个世界在自己眼里都是混沌一片，当下自己一破壳而出，就像是盘古开天辟地。我在顾我思，不是我顾我思。就算这个世界上所有的想法都消失，我都不可能消失。只要我还存在这里，我就可以产生无数的想法。思想不是我，情绪不是我，只有我才是我。我为什么要为一个思想而挣扎？我为什么要为一个情绪而挣扎？难道不应该是他们在为我挣扎吗？应当是那些情绪、那些思想在为我挣扎，为我发疯才对。哪些想法反对我，不能为我所用，我就不重用它。只有我不要他们的份，所有的想法都听我指挥，不是我要去让想法来指挥我，因为我才是他们的主人。停止矮化自己，不再为自己有什么或者没有什么否定自己，不再因为自己会什么或者不会什么而否定自己，不再因为自己擅长什么而不擅长什么而否定自己，不再因为自己没做到什么或者做错什么而否定自己，不再因为自己从事什么工作或者没从事什么工作而否定自己，不再因为自己是单身或者不单身而否定自己，不再因为自己失去什么获得什么而否定自己。关注自己的感受，每一个念头，每一个思想，每一个呼吸，关注自己的每个当下。总之就是疯狂地爱自己，关注自己。回归主人翁意识，消除奴隶者心态，不将任何人抬上神坛，不再对任何人进行任何的痴迷、迷恋、崇拜，不再矮化自己、弱化自己，不再让自己去当任何人，包括任何事物的奴隶。身可以跪下，但是心必须要站着，直接回归主人翁意识。我心即宇宙。直接断舍离。别人断舍离是把自己不用和不要的东西，用不着的东西直接清空，简约自己，简化自己的衣食住行，直接给自己上一个高强度的断舍离。无论自己曾经在什么地方参加了什么比赛呀，什么时间获得什么样的奖励，什么样的荣誉，什么样的名次，什么样的成就，什么样的成功，又挣了多少光啊，直接将它们断舍离。在心里面直接将那些东西全部烧掉，告诉自己，他们从这一刻开始什么都不是，全部都是零蛋零分，我还可以创造更好的出来。关闭小我和大脑，抛掉所有一切挣扎和抗拒，因为这些挣扎和抗拒都是小我和大脑在鬼哭狼嚎，直接将它们关闭，把自己化为一滴水，一滴入大海中的水，
和大海融为一体。海里的最深处是充满平静的，在平静中感受平静，连接平静，用动来表达自己的静。静能生慧，静就是加速给自己回血。远离一切低频能量场所。越是身弱之人，越不可去酒吧、夜店等喧闹的场所和阴森诡异的地方，要多就去一些充满高频能量的地方，像是历史博物馆、图书馆、科技展览馆等，或是去风景优美的公园、森林、海边、山里走走逛逛，看看花海，看看云海，看看日出日落等等，多接触大自然，吸收天地灵气，连接天地能量，给自己补充能量。将习惯性无助转变为习惯性厉害。习惯性无助，这都是从别人那里模仿来的，得扔掉这种模仿，停止这种模仿。你并不是真的什么都做不到，你并不是什么都做不了，你并不是什么都做不对，你并不是什么都做不好。只要停止这种模仿行为，改变这种行为，你就会发现自己其实很牛逼。你不是孤身一人在做改变，因为这个世界上正在有无数的人正在为自己做出改变。你要学会借力打力，去链接所有正在改变自己的人，连接他们的斗志，连接他们的意志力，连接他们的执行力，链接他们所有人的力量，来助自己去进行改变。接下来让我们再来谈谈外在，请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能量。停止关注负面信息。在网上冲浪时，不必什么信息都浏览，发现负面信息，也不必继续深入查看。什么是负面信息呢？就是无论它是文字、视频、图片、音频之类的载体，看了听了它之后，自己突然感受到很不舒服，心里堵得慌，甚至产生愤怒，引起心中的对抗，它就是负面信息，直接将它屏蔽。如果不将它屏蔽，算法可能会继续推送，因为他以为你喜欢这些。如果把信息当作食物来看待，它也有不同的口味，酸、甜、苦、辣、咸、臭、腥、辛，不同的信息有不同的营养。正能量信息阅读之后，让人变得和谐、积极向上，充满爱、力量、希望、倍感幸福。虚假的正能量信息阅读之后，让人感觉软绵无力、空虚、寂寞、冷。低频的能量阅读之后，让人感觉沉重无比，各种妄念升起，心神不宁，甚至晚上睡觉还做噩梦。要学会鉴别信息，学会合理安排自己去吸收信息，更要了解自己能吃什么，不能吃什么，避免胡乱狂吃，造成精神上元气大伤。一旦元气大伤，别说吃10头牛，就是吃龙肉也是很难补回来的。
看见别人发表的网上思想言论和自己不一致，也无需动怒，更不必特意跑去跟人家争论不休，因为这很浪费自己的能量。如果有人因为看见你在网上的思想言论和他不一致，也很生气的特意跑来缠着你争论不休，最好的做法是无视、屏蔽、拉黑，而不轻易去共情可怜他人。和某个人待在同一个空间里时，听见对方抱怨某人某事某物，无论对方是残疾、孩子如何不听话，婆媳有多少矛盾，夫妻关系有多么的不和谐，在恋爱关系中和对象吵架要闹分开，都不要接话，不要安慰，不要共情，就算是接话也要赶快转移话题，实在不行就找个借口离开，不去安慰，不去共情，不展现同情心，不意味着自己是一个冷血无情的人，而是明白这些展现出来的共情、可怜、同情其实一点鸟用都没有，他们无法帮对方解决实际中的困难。最能解决实际困难的是真金白银，不是可怜、同情、共情。不要觉得自己是可以去拯救对方、逃离苦难的英雄，因为在大多数时候，你会发现自己好心的去提供办法，希望他能做出改变时，对方根本不会接受。他要是真的受不了当下所过的生活，受不了跟某人在一起，受不了某个环境，都不用你出点子，他自己就可以想出点子去解决问题。对方来找你不停诉苦，一年到头经常找你到豆子，却迟迟没有改变和行动，说明他内心还是觉得目前生活挺好的，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。对于他而言，你始终只是一个外人，你不了解他的家庭，他在家庭里和各个成员的是非恩怨，你若胡乱指责他的家庭里、他的关系里的谁的不是，只会显得你像个憨憨。有时候你说的话再对，说的都是对的，人家也不会听的。不要动人家的价值观，因为这犹如刨他的祖坟。而且你若认真聆听，并且次数多了，对方也会将你当作是情绪垃圾桶。人家干嘛找你呢？第一是因为你免费的情绪垃圾桶是不会被人珍惜的，你不珍惜自己的时间，对方自然也不会珍惜你的时间。第二个是你会回应，你总是随时随地的回应，就代表你正在关注他，你关注他自己，关注他的生活多过关注自己。这种被别人关注的感受让他感觉很好，他可以从你这里源源不断地得到能量，他被别人消耗能量，你为啥要去给他负责补给？第三是因为你主人翁的意识不强，主人翁意识强烈的人知道自己在自己的世界里永远都是大主角，在别人的世界里是配角，是龙套，是路人甲，是过客。你要是主人翁意识强，你就会明白，倾诉的人无论是好朋友、
是暗恋的对象，还是其他人，不管他跟什么人有什么问题，都是他们各自的问题。你不是那个制造问题的人，你也不是那个惹他生气让他不开心的人。你没有必要也没有义务去给别人当情绪垃圾桶，更没有必要去输送能量。你不是心理医生，没有经受过严格又专业的学习和训练。若是长期接收别人的负面情绪，只进不出，造成堵塞，不懂得给自己梳理、排解、疗愈，你也是扛不住的。身强体壮也不可以任性，因为负面情绪就是负面情绪，它砸到你身上时，比职业拳手给自己重重一拳还要可怕。总之，接收别人的负面情绪，就是去主动找揍，不要踏进能量吸血鬼的世界，也不要让能量吸血鬼走进在自己的世界，更不要让能量吸血鬼在自己的世界里没规没矩地走来走去。自己的世界还是要自己做主的，还是多多关注自己的生活吧。3. 不可去链接集体的负面情绪，和多人待在同一个空间，发现大家开心讨论某人某物某事，可以加入讨论一下。若发现大家是悲伤的或者愤怒的，抱怨某人某物某事，如果没有必要的话，自己这时最好不要上前去讨论，因为这样做会很容易陷入集体的负面情绪中，你个人的负面情绪也会和集体的负面情绪一起共振。想象一下，大家凑一起，你一言我一语，七嘴八舌，这张负面情绪网也会被编织得越来越大，最后将所有人都困在负面情绪中无法自拔。要学会去超越所有人的负面情绪，坏的从众行为会带来更多的坏，好的从众行为会带来更好的好。现在就是过去的一切思想的结果。对于过去而言，你的现在已经是未来了；对于未来而言，你的现在已经成为过去了；对于现在而言，你的现在就剩下现在了。你关注啥，就会得到啥。时刻注意自己现在每一天吃的啥，喝的啥，听的啥，看的啥，说的啥，因为它会变成未来。有缘人，感谢你看到最后。如果今天的影片对你有所帮助，请按个赞给我响应。每个人的能量层级都在不断变化，并且决定了他们的现实体验。为了帮助你早日觉醒，我邀请你在下方留言区郑重写下提升我的意识能量，让这句话成为你重新定义生命的标记，成为你迈向更高意识层级的起点。你的留言不仅是对自己许下的承诺，还将与其他同样宣言的灵魂产生共振，汇聚成一个强大的正向能量场，帮助你开启全新的生命体验。还没有订阅频道的，请点击右侧的订阅按钮，与我们建立更深的连接。随缘加入会员，与同频之人共修福报，随喜转发，传播善知识，功德无量。